今天这两台车啊，特别适合大家对于纯电车有安全顾虑的朋友们，因为这个品牌呢，在安全领域的口碑可以说是怎么样？不难猜出来吧？沃尔沃全新纯电旗舰 EX90、EX90 321上车。那我觉得新能源下的沃尔沃最有设计感的地方，一定是它雷神之锤的大灯。这一方面呢，它延续了燃油车本身的设计语言，同时呢，它其实增加了一个眨眼互动的灯效。至于每次打开的时候呢，它其实会机械式的打开，并且呢，在我们迎宾送宾的过程中啊，它也可以提供很多的灯语给我们来传达情绪价值。不过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考虑说，如果经常机械式的打开，会不会容易坏？如果在其他品牌上，可能说会担忧这是一个炫酷的效果，但是在沃尔沃这个品牌上，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忧的，因为它这个品牌一直以来秉承的就是耐久安全的这个特性。我把这台车的尺寸给大家打在屏幕上，从侧面看的话，是不是那种体量感就出来了？毕竟是90车型。那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如果你从侧面的感觉会特别明显，就是这台 EX90 的车型呢，它虽然是一台纯电车型，但是它从车型的设计上面，其实它还是秉承了沃尔沃本身对于美学的一个思路的传达。它并没有说一味的因为要去追求风阻来改变车身的特别多的形态。你看上来它还是一个就是传统燃油车我们以前很喜欢的一种车的姿态，但是呢，为了纯电这个新能源模式的考量，它还是用上了现在低风阻的轮毂。然后我们的尺寸26540R22比较大的一个角，然后现在用的是倍耐力蝎子的胎，所以其实这个胎一配上，你也可以感受到这台 EX90 它在全地形上面的一个能力的传达。那另外呢，我们这个门把手现在是打开的状态啊，但它其实是一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也就是你开着的时候，它其实是纯平的，也是为我们的风阻去做优化。那它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凸起来的这么一个效果，它其实是一个机械门把手的感觉，同时这个门把手也是机电一体的，也就是你在平时打开的时候，虽然这是电动的啊，很轻就可以把它打开了，但是你使劲一拉，其实它的机械拉线是在里面，所以它也是一个机电双控的门把手，用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尾灯还是我们熟悉的样子，只不过就是这个巨大的后车窗的雨刮器稍微有点出戏。咱们现在打开后备箱，看一下它的空间。第一个优点，我直观的就感受到了，就是它这个后备箱地台特别低，你看，就你随便一搭就上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取物的话就特别友好。然后并且呢，因为这台车空悬嘛，所以它在我们右侧你还可以看到去调节我们空悬高低方便取物的这个按键。如果你需要它更低，你直接给它按一下就可以了。基本上跟轿车的后备箱的整个的地台高度是一样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平时要放东西的话，是真的实际有效的，这个还是挺低的。所以我觉得沃尔沃在很多就是人文用车关怀上的这些功能做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这台车啊7座，所以其实这边有按键去一键把我们第3排的座椅放倒，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后备箱空间。那如果你7座都拿起来的话，那我们的后备箱空间其实大概就是一个这么宽的范围。另外下面这儿还有一层底部的储物空间，然后它有一个小心思啊，就是它在这边呢装了一个置物帘，它可以拆卸的。那如果你底下要放点东西，你怕乱动的话啊，你可以把它拉起来，就变成一个2层分隔的这么一个空间。同时这个置物帘呢，你还可以把它放在这儿，就变成了我们传统燃油车上面，你这儿放一置物帘之后，上面可以放一点纸巾啊，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个分隔的效果。怎么样？大家对这台车的后备箱空间满意吗？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它整个后备箱这个非常非常低地台，还有它这个可移动的储物帘这个小细节的。然后同时啊，这台车的前备箱给大家打开了，它的储物的深度不是特别深，但是它功能性划分啊，它已经给你分好了，这儿放这个，这儿放这个，并且你打开之后，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空间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另外朋友们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卡扣没有？它就是当你打开前备箱的拉手之后，你还要轻轻的拨开这个卡扣，它才可以打开，就跟我们燃油车打那个前引擎盖的逻辑是一样的，可能是想防止咱们飞驰人生呼你脸上的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对于它这个前备箱的空间和打开方式的设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个座椅的材质，我觉得应该是沃尔沃比较独享的一个材质了，因为你很难在其他车型上看到，它是一个羊毛混纺的这么一个材质，然后它用了30%的可再生的羊毛，因为大家都知道羊毛其实有一些特点啊，就它本身其实就是冬暖夏凉的感觉，然后亲肤度比较高，所以它呢其实就是在羊毛上，然后加上了一些其他的材质去保证在使用中的耐久性还有舒适度。我觉得从颜值上也是非常有北欧的这个传达的，上面配了点皮子，然后整体上不能说性冷淡风吧，但确实是很
有品位的一个北欧的传递的感觉。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个材质的，但是这个材质呢，我不太确定啊，我感觉可能应该是反而要贵。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当然你可以选成正常的这种皮质，但无论是我们看到的皮质，然后包括现在这种木质，其实都是符合沃尔沃他自己对自己的材质要求的，而他自己对自己的材质要求其实要比我们国标高的非常非常多。这个也是说座舱安全的一方面的传达。然后另外呢，它整体的这个座舱设计，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不用多说了，它是一个飞翔的这种飞翼的感觉，很简单。然后我的屏幕就在这个位置去显示我的这个驾乘的信息，然后这块屏幕来控制我们车内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大家看到没，宝华韦健的音箱，我懂，很香，对不对？但是都得选配。这次啊，全新的 EX90 和 ES90 上面的宝华韦健音箱是全系标配的，尤其是因为这台车是一台纯电车型，所以它双层夹胶的玻璃，它的静谧性的配置，包括它的轮胎等等，这些都让它的静谧性表现其实比它的燃油车肯定是要更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你来一个宝华韦健的音箱，那你能拥有的是不是真的有点北欧座舱了，宝贝们？就是确实还是挺享受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说的点啊，就是它这个座椅的调节按键、物理按键只有一个小方块，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位置的，但是它却可以实现我们座椅 N 多项的调节，包括我们的侧翼，包括我们的腰部。同时，当你去旋转这个按键的时候，我们可以实现靠背的调节，摁一下中间的按钮，我们的座椅就会自动出现可调节的区域。那你通过不同的调节，我们现在整个腰部是可以完全顶起来的状态，然后包括我们的侧翼都是可以每一步去调节的。这个调节我个人觉得非常高级的，就是第一，它既是物理的形式，让你更直观的能感受到；第二，就是它又给你省去了非常繁文缛节的那些座椅控制的按键。因为怎么说呢，如果在一台奔驰上面，各种物理按键放在这儿调各种位置，你会觉得非常美观，因为这是属于奔驰的设计语言。但是在一台沃尔沃上面，你想一下，如果给你放10个按键在这儿，好看吗？不好看，对不对？你看看它的风格，这种北欧的风格，那它就给你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按键在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真的既有功能性又有品牌设计美感。我觉得这个就是百年品牌，它在一些细节上传达出它对于整个美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不是堆砌，也不是节俭，是要符合自己的风格，并且满足实用性。这个也是能够保证我们真正享受这台车的驾驶，还有它驾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完美的匹配度。顺便说一句，沃尔沃今年99岁了，马上就是百年品牌了。那当然，因为是纯电车型嘛，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它也设计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的位置，而且在这儿呢，其实做了一个掏空，就你可能相对来说可以放一些更高一点的物品。然后这边呢，也是给你保留了一些基本的储物盒、带风冷的无线快充，然后一个音量控制的旋钮，然后这边一个简单的储物空间。那另外呢，这是一个可调光的天幕，你可以给它直接调到遮光模式，在遮光模式下，它的紫外线的防控率也是能够做到999。然后整体我们车内的所有的这些灯光有一个小细节啊，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挺有沃尔沃的心思的。它叫做 Sunlight 灯光，就是它所有都不是什么 LED 光什么都不是，它都是去模拟太阳给我们的自然界的阳光的这种感受，让你在车内跟车外是没有视觉误差的，从而来保护我们的眼睛，然后达到一些用车安全上面的，就包括我们的这些灯里面的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它的思路是不是很不一样？就是现在大家我要 LED 补光镜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就不在沃尔沃的设计理念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品牌怎么说，很执着，但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台 ES90， 它这个头灯呢就没有那个可以打开的功能，但是我们的前面的前备箱同样是有的。然后这台车其实从前脸看，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作为一台轿车，它整体的离地间隙算是比较高的，对不对？一般来说，我们去走一个非铺装路面，作为一台轿车来讲，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侧面大家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跟 EX90 的这种风格还是比较像的？就是它还是很有传统我们美学的这种车型感的传递的。那门把手两个车用的都是一样的机电双控。另外啊，轮胎可以说这两台车轮胎给的都是非常慷慨啊。这台车用的是倍耐力 P0E 系列的轮胎，同时尺寸也是上到了255/40 R22，非常帅，非常大的一个感觉。北京之府的这个尾灯呢，因为
这台车它是一个大掀背的造型啊，所以在这边也给你捋了一条，看上去就更加的年轻感。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两台车从外观上来看，年轻感传递的都还不错，就是没有那种灯味儿。然后大掀背的这个后备箱一打，可以感觉到后备箱空间还是很大的，下层依然给你留了一个单独的储物空间，并且呢可以去调节我们车辆空悬的位置，方便取物。那如果降到最低的话，说实话，这两台车的后备箱的这个最低的地台能达到的程度差不多，这个也证明那台 EX90 的后备箱真的是更加方便取物。其实它这边有一个小细节啊，它还写了一个 Will it fit， 上面呢什么狗狗啊、滑雪板啊等等，就给你展现了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因为毕竟我们大掀背嘛，你2排座椅一放倒，非常长的这么一个储物空间，是可以放下我的滑雪板的。整体这两台车的空间表现，大家感觉怎么样？那两台车呢，都是基于沃尔沃原生的纯电豪华架构 Sport 2这个架构打造的。那这个架构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从安全、从驾控、从它的可持续等等这些方面都要做得更好，考量度要更深。那至于在 Sport 2架构下，这台车能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比如说，首先啊，这两台车现在用的全部都是800伏的高压平台，106度3里的电池，并且它的能量管理做得更好了，也就是说它的续航表现更加真实了，更加可靠了。那这台 EX90 呢，在 CLTC 工况下的续航里程可以做到848公里，那 EX90 呢就可以做到756公里。那至于它的安全表现，包括它驾控表现，我们留到视频最后再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Sport 2平台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咱们先进北欧车内看一看。那这台 EX90 用的就是我们皮质的这个内饰的风格，这么一看的话，是不是觉得羊毛混纺还是很有特点？就它很有这个沃尔沃品牌的传达。然后现在我们这台车呢，我坐在后排了，因为毕竟是90系列，对不对？所以它轴距给的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然后其实这两台车呀，内饰有很多设计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比如说 Sunlight 的这个灯光，我们所有的这些灯全部都是刚才说的太阳光的形式，然后同样的都是健康的座舱，只是它中控台呢会有一些区别。这个 ES90 它的中控台加了一个这种水晶的按键，要看起来更加的精致，并且我觉得这台车的外观其实也挺适合女生的。然后它用的整体的都是可变光的天幕。那另外啊，两台车都是标配宝华韦健的音响，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打动人的一点。然后都是25个扬声器，1610瓦的功率，7.1.4的布局，然后再配合上全部都是双层夹胶的玻璃，再加上纯电车的特性，虽然咱们没听，但是可预想的啊，音效应该是不错的。然后整体呢，因为现在我们 ES90 的后排啊，它也是可以去电动调节我们靠背的角度的。然后整体这个扶手拿下来，这边呢它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你打开之后，它是在这个木纹饰板下有2个杯托，怎么样？是不是两台车都有一种可商可家的感觉？就它很符合我们家居用车的这么一个氛围。同时，如果你说你真的有一些商务的这种场合，或者说要一些办公氛围的话，我觉得这两台车都是能够给你提供的。那今天呢，这两台车看完了，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沃尔沃的纯电豪华旗舰 SUV 和轿车来说呢，最重要的肯定是它从安全上的表现。那刚才咱们也说了 ，Sport 2平台呢，其实在安全上它是有一个全面的升级的。那首先从咱们比较关注的像车身的结构啊、刚度这方面，整体现在这两台车的车身的扭转刚度都要比 Sport 1平台的强度又增加了50%到60%，并且呢，整个底盘从钢铝混合也升级成了全铝底盘，而且电池包是完全不参加吸能的，所以就是在我们车身结构上面算是更上一层楼。那当然也是纯电的笼式车身啊，因为笼式车身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沃尔沃提出的。那另外呢，不光安全，在 Sport 2平台下，它的驾控其实也是更上一层楼。首先，这台 ES90 它的0到100公里加速可以做到3.9秒，那台 EX90 可以做到4.2秒，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制动系统也保证了在纯电车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整个加速度比较强的情况下的一个制动力。还有就是车辆本身也是可以去选装双腔空簧加上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形成一个4D 底盘的效果，带给我们一个更棒的驾控、更舒适的驾乘体验。那另外，其实我觉得很多有对于纯电车安全顾虑的朋友，最顾虑的是什么？最顾虑的其实是电池包安全，因为很多纯电车发生问题，其实还是电池起火导致的。那咱们看看在电池安全上面，沃尔沃是怎么做的？首先呢，106度的电池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但是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整个的
电驱系统，然后包括电池的 BMS 能量管理系统，包括电池包的整体的这个结构，这3点其实都是沃尔沃自研的。也就是虽然说我用的是宁德的电池，但是整个怎么包，怎么去打造电池包与车身结构的安全关系，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来做的。那这2台车呢，现在用的都是硼钢电池包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就是它在电池包上面盖了这个硼钢材质，并且做了这种加强横梁的设计，下面加了这个比较厚的铝合金护板，同时呢也做了熔断双保险。如果万一发生极端情况，你的高压系统就是秒切断的状态，去防止我们整体的电池起火。所以说从电池包安全的这个考量上，沃尔沃的 Spark2 平台它也是考虑了非常多，然后它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所以说 Spark2 架构呢，它在现在电车安全上面也给了我觉得算是来自沃尔沃创新的思考吧，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那其实回到我们这2台车本身呢，在现在整个这个汽车行业的新能源的体系下，大家对于一台车的要求其实越来越多，越来越立体了。沃尔沃也给出了自己的诚意，比如说2台车全部都标配了保滑尾件。那另外 Spark2 架构呢，它会让这台车从安全、从舒适性、从静谧性，包括从驾控体验上，让大家收获一个更好的体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然后现在这2台车价格还没有出来，大家可以预测一波。我倒是觉得呢，自成一格的设计和100年坚守的底线，其实还是挺打动人的。现在我们的车辆配置越来越多，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什么是家人真正需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今天视频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一起来电，我是野生依依，我们下期再见。